不好不好，为什么？他想到啊，然后就派人去查溯根源，才发现他和自己的女儿呢私底下在干什么呢？偷偷的约会。那么为了遮住这桩丑闻，最终呢贾充是把自己的女儿呢给嫁给了韩寿的，成就了这样的一段佳话。因为他的女儿吧，就是这个香啊，偷偷的偷来送给这个韩寿，韩寿藏于衣服之中，所以说这个事情才败露的。所以说自此之后呢，偷香一词啊，它成为了什么呀？男女之情之间的一种佳话啊！不要去说人家是在什么呢？偷情啊，偷香啊，我们把它讲的褒义词一点。那么事实上，关于沉香的一些奇闻异事，早在西汉的时候呢，都是有记录的啊。有一本古志叫做什么呢？《博物志》。《博物志》里面曾经就详细的记载了，在西汉啊，在汉武帝的时期呢，这个时期呢，越南这个国家叫做什么呢？叫做交齿腊国。交齿腊国的使者呢，就往西汉王朝去干什么呢？去进行进贡。那么供奉的，当时上供的是什么东西呢？3颗像鹅蛋一样大小的黑球，黑乎乎的。当时汉武帝一看这个东西乌漆麻黑的，看不上眼，所以说当时呢，随意让身边的就是太监呢收录，但是并没有归置于哪里，并没有归置于内库之中。为什么？当时汉武帝他没有瞧得上这个东西啊，由于这个东西呢，它并没有被收入内库，所以说交齿腊国的使者他是没有完成整个上供的这样的一个环节的，没有办法，他只有在那里皇宫里面干什么了？住了下来。但是呢，在他住下来的这个期间啊，就是长安城就发生了一场非常严重的瘟疫，宫里面的好多宫女太监都纷纷病倒，甚至呢发生了死亡。那么呢，整个太医院上下都是束手无策的，汉武帝呢也是忧心忡忡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交齿腊国的使者他就说了这样的一番话，去面见了就是汉武帝，皇帝陛下，请您取一颗黑球来焚烧。那当时汉武帝心里面想，要烧就烧吧，反正这个东西呢我也不太喜欢，于是呢就命人取来了他们供奉的上供的一颗黑球，然后呢就进行了一个焚香啊。古书是这样记载的，一时之间芬香弥漫。当天呢，皇宫里面的这些病倒的宫女太监都纷纷痊愈，整个长安城里面飘香90余日是没有散的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汉武帝才发现交齿腊国使者带来的，它居然是一种神奇的宝贝。然后呢，把使者叫到自己的面前，问他你带来的这个是什么东西？那么当时呢，交齿腊国的使者就说，此乃我国的国宝沉香是也。所以说各位亲爱的贵宾们，自此之后呢，老百姓就是中原的老百姓是不可以私自进行一种什么的焚香行为的，所有的香料必须收归皇室来使用。那各位贵宾们来看一下燕子手上呢也有一串沉香奇兰。各位，你们觉得我带着它好不好看？包括我们车上有个姐姐也带着的，你们觉得我是把它作为一种装饰品戴在手上吗？你们觉得我戴着它好不好看？它要比起我这个和田玉来说，它就非常非常的黯然失色，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们有没有发现，从我接到你们的第一天开始，我都戴在手上每一天我都戴在手上。因为沉香它有一种非常非常神奇的功效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宁静安神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稳定情绪。那各位亲爱的贵宾们，那天我所说的稳定情绪对于一个人重不重要？相当的重要。不要去大喜，不要去大悲，预示我们
我觉得说东南亚这些国家的人民老百姓，他生活的状态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状态。遇事不要慌，所有凡事我们都宅耶耶，宅耶耶是什么意思？叫做慢慢来。所以说在越南还有这样的一句话，它叫做什么呀？慢慢来生男孩，快快来生女孩。你们想生男孩还是想生女孩？啊，都生了，你的福气真好，凑成了一个好字啊。所以说各位啊，所以说稳定情绪对于一个人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。太过于欢喜，太过于悲伤，对于我们人的，那天在博物馆的时候跟大家讲了，对不对？对于我们人的心肝脾肺肾，它都是不好的。所以说各位啊，经常我的客人都说，燕子啊，因为团上总是要经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情嘛。好多的时候客人都问我，燕子你多少岁啊？我说我40岁左右啊。你40岁左右，为什么你的情绪如此的稳定？按道理来说，如果说你到了50岁、60岁，你这样来处理这个问题，冷静的处理这个问题，我们觉得说没什么。但是你40岁，你都可以如此冷静的处理这个问题，你的情绪为什么如此稳定？来，归功于沉香。戴上了沉香之后，人真的是可以凝神静气。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，各位啊，它可以帮助我们的一种睡眠。你们不要觉得说人只有上了年纪之后，他的睡眠才不会好，他的精神才就是晚上才会睡不着。人当面对巨大的压力的时候，同样是会干什么的？同样是睡不着的啊！导游工作的压力是非常非常的大的，所以说有一段时间呢，我老是干什么呢？我自己也是睡不着的。那么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呢，来各位，我呢就买了这样的一串，这不叫做沉香，这叫做沉香当中的极品，叫做奇兰。关于沉香和奇兰的差别啊，之间有什么差异？待会儿呢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给大家介绍。你们只需要记得一件事情：沉香需要上100年才能够形成，而奇兰需要上1000年的时间，它才能够凝结而成。而这呢，就是啊，我的一串就是什么呢？它是初级奇兰啊，就是档次不高的奇兰。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啊，请来戴在手上。晚上睡觉的时候呢，我就放在枕头边边。哎，真的有着很神奇的功效，我的睡眠得到了巨大的改善。然后我的妈妈呢，睡眠也是不好，因为人年龄大了嘛，睡眠都不好。我妈以前特别喜欢，四川人都特别喜欢干什么呀？打麻将。我妈因为晚上睡不着，所以说她下午要去打一场麻将，晚上她还要去打一场麻将。打完麻将回家12点钟了，她基本上都要3、4点钟才睡觉。我说你早点睡嘛，早睡早起身体好。睡不着呀，我回来也是睡不着。然后后来呢，我就给她带了一串奇兰回去。我这是入门级别的奇兰，但是我对我妈妈是非常非常的舍得的。因为我明白这个东西的价值，所以说当时呢，我就花了4000美金。4000美金是多少钱？相当于人民币那个时候的汇率要高一点，差不多3万块钱啊。然后给我妈请了一串红奇兰回去，好多年了。就是刚刚过来的那一年，2019年的时候，请了一串红奇兰回去，然后当时送给我妈妈，我妈妈说：“你这是什么破东西啊？一串布头，你让我带着干什么嘛？我不喜欢带这些东西。”我说：“妈，我说你带吧，带了之后你晚上就好睡觉了。”她不信，我说：“你不信没有关系，你就放在枕头边边嘛，你不带，你就放在枕头边边。”哎，一段时间之后，她自己就把它拿来干什么了？戴在手上面。他说确实有了这个东西之后呢，我这个睡眠呢是得到了很大的一种改善的。好，带着出去就干什么了？就去打麻将。那么各位贵宾们啊，奇兰和沉香最大还有一个差别是还有一个区别是什么呢？沉香呢，它时间久一点之后呢，它就不会散发香味，需要通过你什么呢？人去摩擦它生热之后，它才会释放出香味。而奇兰
啊，我们就这样不经意之间走过去，你都是闻得到一种淡淡的香味的，它的香味是非常的浓郁的。所以说我妈妈去打麻将的时候呢，就引起了张阿姨的一个注意，哎，你手上戴的那个木头怎么还有一种香味呢？我妈妈说不知道，燕子从月亮给我带回来的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个东西啊，戴上去之后呢，晚上我睡觉是特别的睡得特别的香的。张阿姨说真的这么有效吗？张阿姨和我妈妈是闺蜜，然后呢，我妈说真的，你借给我带回去把玩一下嘛，我试一试是不是真的。如果说有效果的话，我这个睡眠也不好，到时候呢多少钱让燕子呢给我带一串回来。结果张阿姨一带了之后呢，就觉得说，哎，特别好。然后问我妈妈多少钱，我妈妈说，好像听燕子说4000块钱吧，4000块钱左右，4000块钱左右可以让燕子给我带一串回来。好，妈妈打完麻将回去，有一次我回到了家里，妈妈就噌一下给我转了4000块钱。我说你给我转钱干啥？她说就是你不是给我带的这个手串吗？张阿姨带过了，她觉得说对她的睡眠也是挺好的。你给他，你这次出去你回来的时候，你给他带一串回来。我说我的妈呀，你真的以为这个手串它是4000块钱吗？他说你不是当时跟我说的就是4000吗？我说我跟你说的是4000是4000，没有错。可是我说的那个就是单位是什么？单位是美元美金，4000美金。我妈说你花4000美金，3万块钱你买这么一个玩意儿。我说那有没有给你改善睡眠嘛？他说确实有。我说有没有用嘛？他说有用。我说那你现在喜不喜欢嘛？喜欢。那你还心不心疼钱嘛？有用，我就不心疼这个钱了。他说那现在怎么办呢？我已经跟你张阿姨说了就是这个手串是4000块钱，我现在总不能去跟别人说别人要了，我告诉别人是4000美金嘛。我说我来想想办法吧。张阿姨的儿子姓驼，那个姓是很少的。我们经常在一起打麻将，他的儿子特别喜欢做2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下午打麻将，第二件事情晚上要去喝酒，而且一喝酒就喜欢喝多了就喜欢往哪里跑。那天晚上你们去蹦叉叉的那个地方跑你们花了多少钱？那天晚上你们花多少钱？有的朋友花了10万，有的朋友花了20万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呢是越南盾张阿姨的儿子每次一喝高兴了，往我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慢摇吧，叫做 Space， 去了之后连门口的保安都要争着跑来敬酒。你们知道为啥吗？一高兴了就开始发小费。对，如果说有经常在酒吧里面去玩，慢摇吧里面去玩的朋友都知道，到那个时候人是很开心的情况下，他没有什么理智的，身上有多少钱的现金都得给发出去以前我也干涉过他，我说你不要这样，然后去之前把他的什么了钱包，把他的手机给没收了，因为手机去他要干什么了？微信扫码给别人扫小费，然后把手机给他没收了，他跑去找别人借钱给他发小费，第二天手机转账给别人，就达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。然后呢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驼哥呀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妈妈手上戴的反正我就把事情的经过跟他说了。结果驼哥就问我，他说那东西真的有你说的那么好吗？我说你妈妈已经自己亲测有效了，所以说她也想要，但是呢只给我转了4000块钱，这个钱肯定是买不到的结果我就跟驼哥说，我说这样嘛，你妈妈确实也喜欢，你看你自己在晚上在外面，你喝酒你只要喝高兴，你每个月总有那么2天3天，你都要跑去大把的撒钱。所以说真的很多的时候，你们有没有发现中国的老年人其实是非常的节约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是过苦日子来的，我们总是害怕自己的下一代跟我们一样去遭受一些苦难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想多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一些东西，我们尽可能的去节约100、200、1000、2000，我们省下来了今天的我们的这样的一种财富。可是现如今的小孩真正的他有把钱当成是钱这样的一回事吗？你给他留的钱辛辛苦苦攒下1万块钱留给他，也许说他去酒吧一晚上，不要说给他挥霍掉了，可能呢够都不够，根本就是不够的。然后我就说，你看你一晚上去酒吧豪掷都是上万，
你要不要自己就是给你妈妈把这个钱给补上？然后驼哥想了一会儿，他那我妈妈既然喜欢，那你就给她买回来嘛，买回来你就告诉她花了4000块钱，剩下的尾款呢我来补给你。所以说呢，我又给张阿姨呢带回去了一串红旗兰，剩下的2万多块钱呢，就是驼哥自己给转给我的。那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驼哥也跟我说，哎，燕子，你带回来那玩意儿确实是不错，我妈妈呢睡眠改善了，精气神呢也是非常的好，哎，物有所值，物有所值。那么其实奇兰呢，它的药用的价值是非常非常的高的，包括全世界有一种就是治疗心脏病，对于心脏病急救最好的一种药物啊，急救药，你们知道是什么吗？有没有朋友去过日本？它不叫救心丸，它叫救心。去日本的朋友必买的一味药叫做救心。这个药方是哪里的？各位，中国的，唐朝的时候日本人把它偷去了的。那么里面呢就有一味非常非常重要的药材的原料，就是什么？第一沉香，第二奇兰。为什么？因为日本的这款药救心啊，它分为3个版本。第一个版本是在哪里可以买的？在香港，中国的香港可以买得到。它里面的成分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沉香末啊，但是它的效果远没有在日本本土买的好，因为日本本土人家里面有一味很重要的材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奇兰。然后还有一个版本我们老百姓是买不到的，就是日本的国礼。世界各国的大佬啊，我们相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人情世故，人情往来，你要送给我礼物，我要送给你礼物。他们的国礼是什么？他们的国礼就是救心。而这个救心里面的啊，一味很重要的药材的原材料是什么呢？顶级的白奇兰啊。那么关于奇兰它为什么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啊？我说过，专业的事情呢交给专业的人来介绍。待会儿呢就会有专门我们所去到的北岳沉香博物馆。各位，你们知道吗？2017年世界亚太经贸会议期间啊，越南把这个奇兰作为是国礼送给各国的元老。我们的彭妈妈